亚里斯多德在《政治学》中一针见血，离群所居的，要么是神，要么是兽。这些年，我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人，有人热衷社交，天天迎来送往；有人深居简出，宁愿跟猫狗作伴，也不屑跟人寒暄。后来我发现，真正有成就的，总是那些不善交际、独来独往的家伙。一，不是不会社交，而是懒得逢场作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社交场上有种诡异的规律？2人独处还能掏心窝子，3人凑一块就满嘴场面话，4人以上简直鬼话连篇。所谓社交，大多是虚情假意的戏码，每个人都戴着假面具，当面吹捧得天花乱坠，背后却恨不得给你一刀。这就像一场精心排练的闹剧，每个人都在演戏，说着违心的话，做着不想做的事。你挤进所谓高端局，饭桌上表面热热闹闹，实则是某些人的主场。你可能只是个跑腿的，还被嫌动作慢；你可能只是个凑数的，还被嫌碍事。满嘴的场面话，全是给有钱有势的人拍马屁。没人真正在乎你，更别指望饭局后还有人记得你。如果你有点用处，就成了被奉承的对象，满耳虚伪的甜言蜜语。推杯换盏，觥筹交错，满场都是巴结和恭维的声音。不同层次的人在饭局里待遇天差地别。人际关系归根结底拼的是实力、利益。你有能耐，别人捧你；你没本事，别人踩你。正如《增广贤文》里说得很：不信且看宴中酒，杯杯先敬有钱人。聚会上敬酒只给富人，谁会理睬穷光蛋？这就是赤裸裸的人性。真正的强者沉默寡言，他们不是不会跟人打交道，而是没兴趣演戏。虚伪的应酬不如真实的独处。与其在外逢场作戏，不如回到自己的世界，过踏踏实实的生活。独来独往的人看似孤单，其实内心充实，根本不怕一个人，甚至乐在其中。2，生命不需要太多陪衬，别把乱七八糟的人请进人生。年轻时总爱呼朋唤友，热衷迎来送往，不知不觉我们的世界就塞满了人。可如果让错误的人闯进人生，就是在消耗自己。留给自己的时间少了，提升自己的机会没了。胡适刚到上海那几年，为了排解孤独，结识了一帮酒肉朋友。不到2月，在狐朋狗友的带领下，他从打牌到酗酒，样样精通。曾经爱读书的他，不再钻研学问，大半时间都跟那帮人混在一起，喝酒赌牌。眼看胡适越陷越深，2个好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好友王云武苦口婆心，劝他搬家重新开始，还推荐他去教书。同乡许一孙更是费尽心思，帮他改掉恶习，让他静下心复习考试。就这样，胡适逃离了烂圈子，开始独来独往，潜心学问，终成一代大师。到了一定年纪，请收起你的人情世故，冷酷一点，无情一些。活到极致，不是一头扎进喧嚣，也不是让太多人挤进人生。成熟不是多会交际，而是学会跟孤独和平共处。荣格说的尖锐，向外看的人在做梦，向内看的人是清醒的。与其盲目迎合别人，扩大所谓社交圈，不如独自前行，提升自己。宁可孤独，也不违心，这才是余生最好的活法。3，选择独来独往，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。很多人交了一堆朋友，到最后还是选择一个人走。不是没朋友，也不是融不进圈子，而是主动退出所有圈子。比起跟一群人闲聊、喝酒、吃饭、玩乐，他宁愿独自待着。心情不好时，一个人小酌一杯；烦闷时，一个人出门散步；闲暇时，一个人去影院坐坐。哪天你不再害怕孤独，独来独往也能冷静从容，恭喜你，真正成熟了。贾平凹在《独行天下》中提到，他的作家朋友总是独来独往。看到他独自踱步的身影，贾平凹心疼不已，上前安慰。结果对方头也不回，扔下一句：“我并不孤独。”多年后，
这位作家的书成了畅销书，人也越活越有精气神。贾平凹终于明白，群居需要平衡，嫉妒引发的诽谤、打压、羞辱，你若不出众就平凡，你若坚持走下去，超越众人，大家就会向你欢呼，尊你为神。当一个人不爱说话，不喜热闹，恭喜他，这是高贵的开端。别因为没人联络你、认同你，就觉得自己失败。恰恰相反，你该为拥有宁静的独处时光感到庆幸，与孤独为伍，发现更好的自己。音乐诗人李健偏爱安静，不屑社交应酬。他沉迷读书，钻研马尔克斯、村上春树、木心，在书海里汲取养分。他痴迷古典音乐，认为那是音乐的源泉，每天听的音乐一半以上是古典。李健曾在访谈中一语中的：时间就那么点，你会被很多东西耗光。晚上如果我弹琴或唱歌，可能灵感就来了，好作品的雏形就有了，可如果出去吃饭，机会就没了。独来独往的人不是被逼的，而是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。当一个人不惧孤独，无视他人眼光，善于在独处中修炼，那就是他成熟的起点。熬过孤独，挺过寂寞的人，终将以更高级的姿态登上人生舞台。周国平在《孤独的力量》中提到寂寞的3种状态：一是慌张失措、六神无主，一心逃离寂寞；二是慢慢适应，安心规划生活，用读书、写作驱散寂寞；三是寂寞本身变成诗意的土壤，激发出对生命、自我的深刻思考。你把时间花在聚会上，成就了声色犬马；你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，成就了对自我的洞察和对世界的领悟。永远别小看独来独往的人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这世上最清醒的是一早就选择独来独往的那一个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灯塔，我们下期见。